大家好，再过2天就是38妇女节了。都说隧道是男人们的职场，白云说隧那5%的女粉丝占比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但我始终认为，优秀是不分性别的。在那些重难点隧道工程的背后，隧道女工程师们的贡献往往令人惊叹。她们用细腻与坚韧，在黑暗的隧道里展示出独特的光辉。下面让我们一起聆听我的一位老同事朱成红书记的心路历程，感受那份独特的巾帼风采。1989年我大学毕业到隧道的，那么当时呢，我们是在隧道的供应站也是在那个龙华路的基地里面。刚刚进隧道的时候呢，我们整个隧道当时大中专生一共才10个人，我当时是这个单位里面文革以后唯一一个大学生，所以呢，进了这个单位以后，就一路从最基层开始，慢慢的成长，到最后我离开隧道，因为我们集团借壳上市，我从隧道股份的党委书记变成隧道股份的纪委书记。2021年我离开隧道。去了光明集团，应该说在隧道整整的32年，那么一路成长，也见证了隧道的发展，也见证了上海城市面貌的变化，也和隧道的同事们一起，为上海交通的改善做出了我们应有的贡献。我们最初讲隧道的文化，就会讲到拼搏奉献、震创一流。我觉得隧道人骨子里面有着一种拼搏的精神，有着一种攻坚克难的精神，有着一种为城市发展做出自己贡献的奉献的精神，更多的还有着兄弟般的情谊。我觉得这是多方位的一种企业的文化。隧道公司一路走过来，我们碰到过很多的困难，那么每一处的碰到的困难和艰辛，都是靠我们骨子里面的那种不服输，一定要战胜这些困难，作为我们一种企业的标志和文化的底蕴。我觉得这是我们企业的文化的基因。我印象特别深的有这么几项工作。在90年代初，我们开始了创建学习型企业的这样一个工作。我们当时和上海学习型企业研究所，我们专门合作。当时呢，因为上海3年大变样，城市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建筑施工企业也急需要有突变。但是呢，我们传统的建筑施工企业的员工还面临着很多传统的意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开展了创建学习型企业这样一个我记得当时我们专门聘请了外面的专家。学习型企业其中讲的最多的就是要5项修炼系统思考、团队学习、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景等等等等。当时在这种学习的氛围里面，隧道公司上上下下形成了一种学习的氛围。我们向国际上大牌的建筑施工企业学习，我们向国内标杆的企业学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慢慢的成长，在国际隧道的行业里面凸显了中国建筑企业的能力，也成为国际上在隧道施工企业的这个一流的企业。比如说像我们当时去新加坡，当时呢，新加坡的这个建筑市场尤其是地下施工市场，是全球各家非常有品牌的这些企业在同台竞争。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呢，我们这些员工是作为封包出去的，就像现在的农民工一样。所以当时去的时候呢，人家对我们也不信任。我们去那里的同事回忆去的时候呢，当地的这些项目经理当地的这些国外的这些合作方就是他不放心我们，
我们如果要从工位上离开，他们一定要请假，不允许你随随便便离开岗位。但是渐渐的，他越来越信任我们，因为我们是一家60年代就在上海这个软土隧道领域有突出建树的一家企业。我们的技术在国际上，其实我们当时不知道，其实也是领先的。所以呢，我们从新加坡的市场，从分包开始一路走获得了G8资质。这个G8资质相当于就是总承包的资质，获得了国际市场的认可。到后来我们在新加坡的市场，我们新加坡的地铁有1/3是由我们上海隧道建设的，那么也得到了国际市场的认可。那么在我的工作范围里面，我最大的体会就是我们的党建联建，因为上海要建造在市中心要建造大量的这个隧道地下施工。其实大家知道，这就如同在家里搞装修一样，你说对周边环境没有影响，其实是做不到的。我记得我们当时在徐家汇9号线的施工过程当中，就曾经碰到过老百姓不满意。为什么？因为施工的现场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困扰。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参加周边居委会召开的老百姓的情况的交流会，当时9号线的周边，它就是交大的老教授的这个宿舍楼老教授当时拿出了很多法律文本。他第一个说，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环境保护法，还拿出了一个仪器叫分贝器分贝器，跟我讲你这边的分贝超过多少分贝了，跟我这边的生活造出影响了。我回来以后第一时间就组织我们项目部的同志学习这2部法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觉要把我们党的工作要做到居民区里面。那么当时我们就在想，同样是党的组织，我可能是隶属于的这上级，我可能是属于城建集团，属于市国资委，属于我们建设党口的，但是在同一面的党旗下，他的居民区的党组织是属于区里面的这个党组织，隶属关系不同，但是我们同一面的党旗下，我们的工作都要做到群众的心坎上，其实是工作的对象是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当时就成立了上海第一个跟居民区的联合的党组织我们如果碰到工地上居民会带来生活影响的时候，第一时间依靠居民区的党组织，依靠当地的党员，我们挨家挨户去这个居民楼里面做工作，那么也是尝到甜头的。所以在后面的重点工程的推进过程当中，我们叫党建先行党建先行。那么在工程还没有推进之前，我们先把党组织的这个党建联建工作先推进了。那么2006年，正因为我们这一块工作的成就，我们被中组部命名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那么这也是其实在上海国企里面也不是特别多的，那么我们也为此感到非常的自豪。我觉得60是一个甲子，对吧？其实也是要从头开始的这样一种心态。隧道人，从1965年开始，我们艰苦奋斗，创造了中国软土隧道的奇迹。面对新世纪，我们又有新的挑战。希望未来的隧道人能够秉持我们一贯的拼搏奉献、争创一流的精神，同时也要秉持我们一贯的为民造福的理念为上海市的城市面貌，为中国隧道的发展，甚至于为全世界隧道技术的发展能够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未来可期，也感谢各位隧道同仁继续努力。
听了朱书记的感言，大家如果有何感想，欢迎在朋友圈留言。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让我们下个星期五再见。